这里是北京一处欣赏海棠花开的地方。据说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臭水沟，而现在这里变成了一片花海，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海棠花溪。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开花了。从东南亚旅游回来，在北京已经休息了半个多月。现在北京已经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今天天气不错，先去换一下我的护照，因为我的护照页都满了，需要换一本新的。办理护照的相关事宜现在都要在网上预约，然后去户口所在地出入境管理中心去办理。现在办理一个新护照或者换发护照都非常简单，基本带个身份证就可以全程办理完了。在这里做个小调查，你现在有自己的护照吗？这里还可以同时申请港澳通行证和签注，也非常方便。整个的办理流程非常的简单快捷，有很多工作人员帮助，所以还没有护照的可以抓紧时间办一个了。办完。很长时间没有在北京出行和拍摄了。4号去趟望京了。今天天气不错，准备去拍一拍北京的春色。这几天正是北京海棠花盛开的时节。坐地铁来到了望京南站，据说这里的海棠花非常漂亮，以前没有来过。来看一看这个新兴的网红打卡地。这个地方叫望京海棠花溪。很多人知道北京有一个元大都海棠花溪，几年前也去过那里，海棠花也确实挺漂亮。据说这几天元大都的海棠花溪游客非常多，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相比而言，这个望京的海棠花溪倒是清静很多。这两个地方都是免费开放的，交通都非常方便，都在地铁边儿，而且都是在河的两岸种了大片的海棠花。今天跟着我来欣赏一下这个望京的海棠花溪。现在河里都飘着很多的海棠花瓣，确实是一条花溪了。据说这里的海棠花溪景观在2年前就已经成型了。据说以前这里被称作望京沟，算是一个臭水沟，后来经过水体的治理连通，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丰富的滨水生态系统。河两岸种植了很多的花木，主要就是海棠花，还有一些桃树、丁香。可以看到这里的主要是西府海棠。西府海棠花的颜色是粉中带白，很漂亮。这个海棠花溪从望京南地铁站一直到九仙桥北边，大概有1-2公里，非常壮观。游人可以沿着河两岸漫步其中，非常的惬意。河道的两边有2大排海棠，无论是盛开还是花瓣飘零，都有不同的美感。这几天正是海棠花成片开放的时节，整个河道弥漫着扑鼻的香气。而且这里设计了很多可以供游客拍照的一些位置，所以拍照非常的安全舒适。来到河边拍个照。一阵风吹来，落英缤纷。说起海棠花，在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是一个很漂亮的观赏树种，自古就享有国宴、
花贵妃、花中神仙的美誉，所以海棠花的观赏价值很高，而且品种丰富，所以观赏的时期也很长。我们沿着河堤慢慢往前走，这个海棠花溪有1-2公里长，河堤两岸有很多的建筑、住宅。听着优美的歌声，欣赏一下两岸的海棠花。这一片真的太美了。往事经过的地方，美丽的惆怅，就像那夜满天的星花，轻轻的风，轻轻摇动了梦想，悄悄转身，悄悄流泪的脸庞，温暖背影的目光，像从前一样，我的心在飘向春天的眼神，我在春天等你，思念随风化作云，等待花又开的时候和你在一起，眼底紧紧守着我们的唯一。我在春天等你，山川岁月的约定。如果你抬头看见那天上飘着云，那是我们今生最美的相遇。对面的海棠树感觉开得更漂亮，准备从前面绕过去。看，前面还有很多的观赏平台。轻轻的风，轻轻摇动了梦想，悄悄转身，悄悄流泪的脸庞。如果是北京人，应该有不少人去过元大都的海棠花溪了。相比而言，这边确实游客少了很多，所以拍照更舒服。春天的北京确实越来越漂亮，只要是好天气都可以出来走一走。这个花期估计还能维持将近1周的时间，所以想看海棠花的要抓紧时间了。其实在北京还有不少可以欣赏海棠的地方，除了这里和元大都，还有陶然亭公园、北京植物园、中山公园，甚至颐和园、故宫、恭王府、宋庆龄故居都有。有些地方的海棠花可以一直开到4月的中下旬。这个河滨公园除了海棠花，还有碧桃和丁香花，所以非常的香。我个人对这个望京的海棠花溪印象还是不错的，主要是游客比较少，而且拍照非常方便，有很多的角度可以拍。海上的晚霞像年少的花，不在天空等还有先走它。遥远的帆任风浪拍打，为梦再痛也不会害怕。远走的风沙去谁的天涯，春天可曾在哪里见过他？时间的手拂过了脸颊，他们谁都沉默不说话。我希望许光的愿望一路绣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我风沙。指尖的樱花
是谁的笑话？疯狂的热爱夹带着温雅。现在已经进入了4月中旬，北京可以赏花的地方越来越多了。这里是北京的朝阳公园，这里还有不少的晚莺在怒放。朝阳公园是北京4环内一个很大的城市休闲公园。这个美丽的城市公园前年开始对游客免费开放。今天趁着天气不错，带大家逛一逛这个朝阳公园。今天出来办事儿，看到天气不错，准备去公园逛一逛。其实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和小区里都可以看到很多漂亮的花儿，包括樱花、桃花、丁香、梨花，很多都在开放。看街头这些树上开的花儿多美！你能分出桃花和樱花吗？猜猜这是桃花还是樱花？坐14号地铁来到了朝阳公园。朝阳公园周边也基本都是富人聚集的小区，很多人把朝阳公园当作自家的后花园。朝阳公园南门，这个公园是北京4环内最大的一个公园了，逛一逛。也是一个免费的城市公园。游船码头，我也是很久没有来过这里了。进来就是一片大草坪，很多人在放风筝。游乐场。朝阳公园大概是1992年才真正建起来的，前身应该叫水锥子公园，所以没有什么文物古迹，就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休闲公园。公园分为南区、中区和北区。南区这边有相当大一片都是游乐场，非常受小孩子和年轻人喜欢，所以这里面实际是非常好的一个亲子乐园。每到周末，这里游客都非常的多。不过朝阳公园的面积非常大，所以这里面也有不错的山水景观。现在这个季节，有很多树上也开满了花儿。今天是周末，很多游乐项目都排起了长队。在公园的中心部位有一个樱花谷，这里有很多的晚樱正在开放。我今年也正好没有去玉渊潭看樱花，来这里欣赏一下。晚樱颜色一般都比较重，很多都是比较深的粉色。到樱花谷里走一走。这里的樱花树不是很高大，但是成片看起来也不错。来这里赏樱的游客也不少呢，甚至还吸引了很多外国人。这一片樱花树基本都是晚樱。晚樱和早樱的区别，一个是花朵不同，早樱一般都是单瓣，颜色也以白色为主，而晚樱基本都是很多的花瓣，花色更偏红，就像这样。另外树的形状也不同，一般早樱都比较高大，10多米高至少，
而晚樱一般只能长到6、7米、7、8米。这片樱花树下，有几个外国美女在拍照。感觉来朝阳公园游园赏花的人都比较悠闲自在。朝阳公园里有很多的草坪，有点像国外，很多人在这里坐了休息，甚至搭帐篷玩，所以是一个相对比较国际化风格的城市公园。当然，朝阳公园周边也生活着不少外国朋友。公园很大，不能骑自行车，但是有出租的那种脚踏车。猜猜这个鲜红的花是什么树？现在这个时间正是朝阳公园各色春花粉墨登场的季节，是一年一度最好的赏花时节。整个公园从逶迤平坦的健身步道，到画桥垂柳的碧波湖畔，从悠闲舒适的春花雅亭到其乐融融的儿童乐园，游客漫步其中，就像走在画中，形成了一派自然春景和城市公园和谐交融的盎然景象。公园不但免费，而且草坪上都可以搭建帐篷，可以坐在草坪上悠闲地休息。走过前面这座桥，就从南区进入了中区。这个桥叫春谷桥。朝阳公园里有不小的水域面积，所以这里面又有不少的桥。看湖两岸的草地上，有很多人都躺在那里休息。湖的南边可以看到北京的 CBD 的高楼。这座桥叫欧陆风情桥，从远处看，蓝色的桥还挺漂亮的。在朝阳公园也有很好的健身步道，很多附近的居民都来这里健身跑步。现在公园里的树也都开始慢慢的变绿了。还有不少人在这片区域搭建帐篷休息。今天可能有一段时间刮风刮得比较大，所以游船都停止了。现在这个季节，公园里除了有成片的樱花树，还有不少的郁金香。这些年，北京种植郁金香的公园越来越多，大概有10几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郁金香花展。非常大型的，比如北京鲜花港、国家植物园。市区里像这样比较小片的郁金香花展也比较多。朝阳公园这边开放的郁金香，算是在公园的西门附近。也有5、6个品种，吸引了不少人来这里拍照。不过要欣赏郁金香，最好还是去北京鲜花港和国家植物园，过几天也准备去那里拍一拍。这个季节应该还不是朝阳公园最美的季节，毕竟现在的草和树还没有那么的绿。感觉夏天来朝阳公园还蛮有意思的。公园的北边就是蓝色港湾。朝阳公园还是比较大的，如果绕着公园走一圈，大概也要2、3个小时。
公园里有出租的脚踏车和这种电瓶车。作为一个大型的城市休闲公园，朝阳公园还是很受市民欢迎的。这里现在也是一个4A 景区了。逛到了西门这里，觉得有点累了，准备离开了。如果你喜欢这里，也可以在这个时节来一次春天的浪漫约会吧。北京现在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所以一定不能辜负这大好的春光。从今天开始，准备走出家门，去公园，去郊外，把北京最美的春天拍给大家看。今天来到了天坛公园，这里正是2月兰和丁香盛开的时节。天坛公园也是很多北京市民来这里锻炼的好地方。看这里的丁香花开得多美，坐下来休息一下。这是天坛公园西门这边的一片很大的2月兰。这里的2月兰是满地开的野花，只要注意不要踩它就可以。它是一个开放，虽然坐在这里但是坐在空。我正好来介绍一下这很多人在橱窗里买过这样一个自拍杆。我现在出行一般都会带1-2个自拍杆这个是比较方便携带的，轻，所以随时放在兜里面。然后它折叠的长度呢，大概有1米，然后这边都是有补光灯的，长按就可以亮了。可以变换。然后这个很方便，往下俯拍，往上仰拍，有个3脚架，扣着。然后这边的话，它是蓝牙的，蓝牙可以遥控手。我告诉你怎么连接这个蓝牙总体来说很方便，我一会儿用它来教大家拍一拍自拍，包括拍照还有拍视频。我来说一下这个连接蓝牙这个是蓝牙的遥控器，这个呢有一个小按钮，拨上去之后呢，这个蓝点就闪烁了，这个蓝牙就打开了。然后手机这边有设置不管是什么品牌的手机有设置，设置里有个蓝牙，蓝牙点开。然后如果你没有开蓝牙的话呢，把它点开蓝牙点开，然后让他们去自动连接。你可以找一找，这应该是这个点它这新开的设备，请求配对，看到了吧？写着已连接是吧？这个是这个蓝牙遥控器的名字，已连接，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你去拍照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你在远处可以遥控，就拍到了。横版，远处拍，你可以走进画面。视频也是不过视频一般用不太上遥控，就直接你点就行了。它就开始录了，是吧？就开始录了，关，是吧？照片也是，照片在远处随时可以遥控指挥，横着。看到了吧？就这样很简单。我来用这个手机遥控器来试一试，然后拍一个在一些走的视频，再拍几个照片。现在呢，就把遥控器打开了。其实这个视频的时候用不用遥控器无所谓，你就打开视频开始，你就往里走就行了。所以这个拍视频的时候，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你可以慢慢往里走。我先带着。
所以这个地方呢，我可以拍一些蹲下来的镜头。但我自己判断呢，我的头应该是进入镜头了。总体来说，我会看一下我的相机的方向。我这个是比较居中的一个镜头。我也在拍视频，可以拍一些特写。这个就是视频。来，我用它的照片模式哈，拍一些照片，应该可以用人像模式，我试一试，看看拍出来的效果。我们一同追着心中的梦想，我们试着把太阳放在手掌，我们彼此笑着岁月的无常，也坚定地做着彼此的那束光。记不得曾跨越过多少风和浪，做你的船桨，你是我的翅膀。我们记着对方青涩的模样，满是骄傲的脸庞，时光冲不掉的风化妆。是你，是你，渗透着青春的水滴，沉入我的身上流起，为我像一场倾盆大雨，定下目的地，把整个世界浇熄。是你种下的是勇气自己。怎么样？很容易使用哈，还是很方便的，而且价格也不贵啊，所以可以尝试着使用一下自拍杆，不求人。这个视频下方有个同款链接。天坛公园是个5A 景区，也是皇家园林。刚才这个2月兰就是在一进西门的左手北边啊。这2天天坛公园除了2月兰，还有很多的其他花都开了。往前面走一走。不过最近2周，天坛公园里的古建筑都在维修不开放，所以只能到这些花园园林里走一走。公园的西边有很多的大花园，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这里拍照，还有不少的桃花。远远的就能闻到丁香花的香味儿。这一片百花园因为没有旅行团的游客，所以安静多了。很多北京当地人逛这个天坛公园都用年票，所以几乎每天都来。普通游客来这里游玩的门票是15元。公园很大，以前我也来拍过这个天坛公园，做了详细的介绍。这边有很多漂亮的亭台楼阁，尤其是这个双环万寿亭。走累了，坐在这边休息非常的舒服，满庭芬芳。现在往祈年殿的方向走，这一路都开满了花儿。看到一只喜鹊。这片园林好香，一定有丁香花。有几棵非常高大的开着白色的鲜花的树，不知道是什么树。只有它的花圈是用这个做的。文官果，新认识一个文官果。
这个结的果子像宋朝那个文官戴的官帽，这个还是有来头的。这几棵树以前是76年的时候，首先的花圈用它做，这边的二月兰。继续往前走，也有大片的二月兰。这里的二月兰都生长在古树林中，被保护了起来，所以拍照就不那么自由了。都被圈起来了。这边的二月兰开得更好一些，可惜走不进去。这边游客也非常多，所以环境比较嘈杂。旁边有一个丁香大道，过去看一看。天坛公园这个丁香大道现在也非常的火。香啊！树林中充满了游客的欢声笑语。哎呀，别跑快了，跑慢一点。如果想避开游客，就一早一晚来。可以了，不用走那么远。欣赏一下丁香花。我希望时光的愿望一路升华，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指尖的樱花如是写谁的韶华，疯狂的热爱夹带着温雅。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升华，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中刷逆流沧桑的喧哗，安静的夜晚你在想谁吗？现在祈年殿这些大建筑都没有开放，都在维修。不过来这里看一看二月兰，闻一闻丁香花，还是非常舒服的。近期北京还有更美的公园，准备都去逛一逛。天安门广场景色不错。今天去中山公园看花展。每年的春天，中山公园都有大型的花展，尤其是郁金香和牡丹花展。今年北京有24、25度了。中山公园就在天安门故宫的西边，来这里最好坐公交地铁。这里以前叫设计坛。花展期间，这里的门票也涨价了，10块钱一个人。不过相比国内的景区，这里还是非常便宜的。进入中山公园的大门，里面就看到一个大花坛。中山公园的花展基本从3月到5月都有。现在是4月中，郁金香花开得最好，很多市民和游客也都在这个时节来参观，所以公园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现在经过的是保卫和平牌坊，这个牌坊也有很多的渊源和历史。是孙中山的雕像，过了牌坊就可以看到一尊孙中山的雕像。中山公园也是因为孙中山而改名的。进入公园，左右两侧就是大片的郁金香。今年中山公园的郁金香观赏季是以春和景明为主题。看看来这里赏花的人多多。今年的花展在景区里有6大主题景区，所以分布在景区的很多地方。正门口这边的郁金香算是面积比较大的。整个中山公园的郁金香据说有80多个品种，近20万株，所以场面还是比较壮观的。
而且除了郁金香，还有很多其他的品种，各种传统名花交相辉映，很多桃树也竞相怒放。这些年北京能够看到郁金香花展的地方越来越多，但是中山公园也算是比较有历史的一个地方了。尤其是这里位于北京的市中心皇家园林，所以过来这里参观非常的便利。看这些郁金香，各种颜色的都有，而且这里的郁金香花展根据不同花期的郁金香进行了混栽和科学的配置，使不同花期的郁金香能够陆续开放，加上其他颜色鲜艳的各种花朵，整个花期可以延续到5月份。所以想来中山公园赏花的人也不必非常着急。来这里拍照的人真多，不少游客都是拿着非常专业的照相机。毕竟是皇家园林，有很多的古树。这些郁金香的品种非常的丰富，很多都非常漂亮。园内还有很多其他的各色植物和花朵。看这棵高大的缠上去的紫藤树，花展期间，很多摄影爱好者会天天过来拍摄，他们也会把这些漂亮的图片发到网上。中山公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有很多的古迹。园区的东侧有一个来金雨轩，很多人会为了这里的包子专程而来。这个包子要排队是吗？打包的话10点半到11点半，在里面吃的话您公众号上排队。那吃个包子还挺难的，地方只有卖1个小时，还限量。这个来金雨轩是建于1915年，来金雨轩的菜包子，来金雨轩的菜包子，猜多少钱？是8块钱一个，限量啊！包子还没吃上，很抢手啊！他那个外头柏树啊，有一个大柏树，百报槐啊。这是公园里的一棵名树，百报槐2棵树。中山公园里有很多300年以上的1级古树，有些树龄都到了500、600岁。中山公园最早是辽金时代的兴国寺，元代改名为万寿兴国寺。到1421年，明成祖朱棣兴建北京宫殿时，按照左祖右社的制度改建为社稷坛。现在进入的就是整个社稷坛的一片区域，这里面有一个音乐堂，也是北京最早的音乐堂，被称为皇家园林里的音乐明珠。可惜啊，现在都不做演出了。现在看到的就是社稷坛。社稷坛建于明永乐18年，前面这块就是这个社稷坛，实际有3个汉白玉的台阶，上面都是五色土。这个五色土是从全国各地进贡而来的。这个社稷坛是明清皇帝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地方。社稷坛方方正正的，四面还有4个白色的棂星门。从北侧的棂星门出来，前面看到的就是中山堂，也叫拜殿。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在这里停放的灵柩。中山堂的后面还有一个己殿，
在社稷坛的东侧是郁金香的另一个主题景区，这一片也叫做虞园，很漂亮的一处园林景观，有很多的林间小路，道路两旁就是大片的郁金香。虞园里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还有金鱼展。现在的中山公园除了郁金香，还有大片的牡丹可以看。牡丹花展在糖花屋这边。牡丹吧，好香啊！感觉这片的牡丹园林花香四溢，各色牡丹竞相开放。很多人都知道北京最著名的牡丹花展是在景山公园，没想到这个中山公园的牡丹花也非常的多。这个香味是牡丹的香吗？郁金香的香味。郁金香的香，不太像这个味儿。中山公园的花展最大的特色就是有红墙碧瓦、古树参天，一派皇家园林的气派。漫步在这大片的牡丹花丛间，这一片原本还有糖花屋和兰亭，不过现在也在维修，否则这边的景色会更美一些。现在往西门的方向走，白色的花架上有很多的紫藤花开。这是一块中山公园的名石，千之石，是太湖名石，从圆明园迁过来的，形似灵芝，有乾隆的题词。进入西门的区域，又有另一大片花展。这一片花展的面积也非常大，而且花的品种仿佛更多一些。如果往前推10几20年，其实在国内能看到这么大片的郁金香花展是不多的。记得以前在荷兰和加拿大旅行的时候，看到当地大片的郁金香花，感到非常的惊艳。再看现在，单单北京就有大片的郁金香花展。这几年我在上海和北京看到的鲜花港的郁金香，面积都超级的大。不知道国内其他的城市还有没有大片的郁金香花展？你的城市里有吗？现在来到了公园西门，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的优美，欣赏一下。看这些桃花朵朵，多美！再看看这满地的郁金香，很多品种看上去像假的一样，尤其是这个白色的郁金香，隐隐透着白色的光。看这些盛开在皇家园林里的郁金香，是不是觉得在北京生活是挺幸福的？如果过2天天气好，继续去北京的植物园和北京鲜花港去看一看那里的郁金香，比这里的规模大多了。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用这句诗来形容现在北京景山公园举办的牡丹花卉，实在是太贴切了。跟我一起来去看看景山公园的牡丹。景山公园现在有个牡丹文化节，这是景山公园的西门，和北海公园的东门挨着。今天来景山公园是来看这里的牡丹花卉的。今年景山公园的牡丹花开得比往年早一些，很多朋友都提醒我说赶紧去看看吧，要不花都谢了。景山公园里的牡丹园是在景区的东门，今年展出的牡丹花有2万多株，有9大色系、10大花型，包括久负盛名的洛阳牡丹、菏泽牡丹，以及国内珍贵的其他品种。作为北京人，不用出北京就可以看到一场牡丹盛会，确实很幸福。这边就是公园的东门，带着大家从这里转一转。东门的入口处就有牡丹元素景观的展示，旁边就是著名的牡丹园。牡丹真牡丹园内雍容华贵的牡丹花已经盛开，和园区里的古建交相辉映，营造了大气的国风美感。据说景山公园是华北一带最集中的赏牡丹的区域。今年整个公园里汇集了国内外的牡丹品种多达500多种，2万多株。除了很多人喜爱的鲜艳的红色系牡丹，这里还有绿色系牡丹和黑色系牡丹，其中黑牡丹正在盛开，而绿牡丹也马上要开了。牡丹园的北边就是观德殿，里面也有很多的牡丹。据说这个观德殿是皇帝观看臣子射箭的地方。景山公园以前是明清帝后祭祖追思的重要场所，里面保存着寿皇殿、观德殿等很多的古迹文物，现在维修的都非常漂亮。这是观德殿院中的牡丹园，从这里进去就是观德殿，里面有个很大的画展，进到店里看一看。展出的是写意花鸟画，里面还有东西配店。观德殿内的牡丹花品种也非常的多，很多牡丹花的直径都达到了20-30厘米，伴着红墙绿瓦，很多人在这里拍照。牡丹公园的牡丹花的品种非常多，很多花甚至可以开到5月。正午，这花都蔫了。最早绽放的一批牡丹花已经快凋落了，不过接下来还有很多国外的晚花品种也将逐渐开放。牡丹园里的仙鹤造型，其实今年本打算去洛阳看牡丹，后来听说那里真的是人山人海，想着还不如留在北京，在北京可以看到皇家园林里的牡丹，而且景山公园花展期间的门票也只有10块钱。除了这片牡丹园，旁边还有很大的牡丹花展，整个公园都弥漫着牡丹花香，不少市民都会来这里打卡拍照。花园的旁边是寿皇殿，这里也是近几年才维修开放的，我也是第一次进到这里参观。寿皇殿的门前是一组牌楼，东西南3面各立了4柱9楼式牌坊，宫门外还有一个玉兔的雕塑。
寿皇殿就在景山的正北中轴线上。这里是供明清2代皇帝停灵、存放遗像和祭祖的地方。记得以前这里是北京市少年宫，小时候经常来这里参加活动和比赛。这是寿皇殿的专城门，从这里进去就是寿皇门和寿皇殿了。说到景山的由来，在元代这里有座小土丘叫青山，属于元太后后院的范围。后来建紫禁城的时候，把挖掘紫禁城筒子河的一些泥土堆在了这里，形成了5座山峰，称为万岁山。明清时园内种了很多果树，养过鹿、鹤等动物，所以这个山下也曾叫百果园，山上叫万岁山。清顺治年间，万岁山改称为景山，在乾隆年间在山上修建了很多的亭子。由于景山园林从元代起就划为皇宫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里所有的建筑都按照皇宫的规制建造，等级之高，形态之异，原貌保持之完整，非常的少见。在清末民初，景山公园也经历过衰败和复兴。1928年，景山被辟为公园，属于故宫博物院管理，修葺后供游人观赏。2001年，景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公园里有古树1000余株，另外这里春夏秋3季都是花团锦簇，经常举办花卉展览，让这座古老的皇家园林充满了新时代的生机。现在来到的就是寿皇殿了。这座宫殿可以说是气势恢宏，上去看一看。这个寿皇殿是正殿，面阔9间，进深3间，前后都带廊，是一座非常宏大的建筑。进去参观一下。据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寿皇殿是2018年修葺之后开放的。殿内有嘉庆帝的御书、诏文天下、对月在天等。早期这里摆放了清末的9任皇帝的画像，不过现在还没有恢复原状。这个寿皇殿是清乾隆时期将旧殿拆除，在这个位置新建的，就位于景山的正北方。以前这里是北京市少年宫，我还在这里参加过很多比赛，并获得过北京市的冠军。猜猜是什么项目？这里面还有很多组建筑，这是碑亭。东西配殿的东配殿，里面有很多的历史展览，还配合了一些影像的资料。这些展览让我们对历史能多一些了解。以前这个东配殿是存放这个宫廷乐器的地方。景山公园里最重要的是景山，我们到山上看一看。山下除了牡丹园，还有郁金香花。景山曾经是北京城的制高点，也在中轴线上，就在故宫博物院的正北方向，可以往下俯瞰故宫。傍晚时分来这里，正好可以看到日落紫禁城的美景。山上有5座亭子，分别为关庙亭、周赏亭、万春亭、富览亭和机坊亭。中间最高的万春亭正在修缮，这个是关庙亭，从这里可以看一看故宫。东边可以看到北京的 CBD 的高楼。以前在景山拍过日落，所以这次就不等到日落了，下山。下山的沿途也有很多的牡丹。景山公园的这些牡丹观赏期将会持续到5月中旬。
如果要赏中华国色，品古韵天香，可以在近期过来看一看。别说，东门出去。